個圖上面我哋睇到點解 Google 係一意孤行，瞓身壓住喺一個產業上面呢？好少人留意到咧 ，Google 咧正喺度顛覆呢個價值4萬億美元嘅產業上面。咁點解只係得 Google 咧？其他嘅 Facebook、Facebook、Amazon、Apple、Microsoft 都冇壓住喎，原因喺邊咧 ？Hello， 我係 Wing。Google 咧就將會拆股啦。最近咧又多咗人問我咧有關對 Google 公司嘅前景啦，佢嘅股票嘅睇法。今日我就準備咗呢段影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講 Google 點樣獨自顛覆呢個價值4個 trillion 嘅產業上面。第二個部分就會同你哋睇一睇 Google 拆股啊、業績啊、earnings 上面嘅資料啦，有 Google 其他嘅自身問題啦，同埋咧投資喺 Google 股票上面要注意嘅風險。喺影片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喺度都提一提大家啦，呢段影片咧就係做一個分享嘅用途啦，就唔係對證券買入賣出嘅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喺投資之前自己要做功課啦。如果你想支持 Wing is Here 呢個平台，你都可以 click 下面嘅開戶連結，裡面有啲買賣美股免手續費嘅平台啊，或者係一啲送股優惠嘅平台。美國嘅醫療保健咧，比大多數嘅國家咧都要貴。根據 Commonwealth Fund 嘅數據咧，喺2018年美國係全球排名第一嘅醫療支出嘅國家，第二位咧就係瑞士啦。咁四大會計師樓之一嘅德勤咧，佢哋估計去到2040年咧，美國嘅醫療支出咧將會從2020年嘅4個 trillion 激增到去8.3個 trillion， 呢度講緊係102%嘅升幅。其實唔單止係美國，全球嘅發達經濟體系咧，通常都會將佢哋至少大約嘅10%嘅 GDP 咧，放喺佢嘅醫療保健上面。所以咧，呢個係一個極龐大嘅市場。其實 Google 咧早喺2013年咧就開始瞄準呢一個醫療保健市場嘅發展潛力㗎啦。目前 Google Health 嘅投資主要集中喺4大嘅群組。第一咧就係 consumer 消費者啦，第二就係 caregivers， 第三就係社區，第四咧就係研究學者。通過對呢4大群組嘅投資 ，Google 最終嘅目標當然就係想延長人類嘅壽命啦。喺 research 上面咧，記得1年前咧，我已經同你哋分享過咧一個基因系列嘅發展同埋佢嘅投資潛力嘅。當時我就分享咗 Alphabet 旗下嘅 DeepMind 咧，建立咗預測蛋白質結構嘅一個開創性嘅軟件，就係 AlphaFold 啦。AlphaFold 就利用 AI Deep Learning 嘅運算啦，將生命生物學家嘅研究時間咧大幅下降，至少講緊係10至20年。就係因為咁，人類咧可以利用 AI 咧更加準確咁樣開發出新嘅治療方法。咁其實除咗 DeepMind 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另外一間嘅生物科技公司啦 Calico， 咁係研究緊咧一啲同老化有關嘅疾病。Calico 咧都同一啲大型嘅藥廠啦，例如 AbbVie 等等嘅公司咧，講緊簽咗咧至少2.5個 billion 美金嘅合作夥伴合約嘅。咁呢啲合約咧，有啲係去到長到去2030年添。喺 consumer 呢個 category 裏面咧 ，Google 咧就喺2019年收購咗咧 Fitbit。Fitbit 咧就係一個智能手錶嘅品牌啦，可以幫助咧消費者了解佢哋自己嘅身體狀況。喺 community 方面咧，亦都係大家最熟悉㗎啦。Google 利用自身龐大嘅大數據庫咧。Big Data 發布全球嘅社區人流趨勢報告啦，咁喺當時咧疫情期間咧就幫助咧唔同各國嘅政府咧做出一啲抗疫嘅重要政策。喺 Caregiver 上面咧 ，Google 就利用佢哋嘅人工智能啊，幫助翻啲醫護人員去檢測翻一啲重要嘅疾病啦，例如糖尿病啦。咁佢哋嘅 algo 可以幫助臨床醫生咧去識別唔同嘅疾病同埋咧類別。所以冇錯，整個 Google Health 嘅結構咧，佢基礎係建功於佢嘅 AI 人工智能。Google 咧擁有大量嘅 big data 啦，亦都可以令到佢哋 run 呢個 AI machine learning 咧係更加有效。呢個亦都係我認為咧 Google 可以顛覆整個產業嘅重要原因。因為咧睇緊呢個醫療行業咧，其實同佢以往嘅發展唔會再一樣啦。喺未來咧，主力都會用 AI 又或者 cloud-based 嘅 facility 咧，去加速整個醫療行業嘅發展。而要講到全球最大嘅 AI 公司之一咧，一定係非 Google 莫屬啦。佢絕對係有能力顛覆整個行業嘅發展。其實唔講你哋可能唔知，喺過去10年咧 ，Google 比起其他嘅科技巨頭公司咧，係更加強調自己係 AI 或者係 machine learning 嘅公司。Google 咧對比起其他 FAM 嘅公司，喺 mention 自己咧係人工智能嘅出現次數咧，相比起其他 FAM 咧係講緊高出1200%。而喺醫療保健裏邊咧，相比起其他 FAM 嘅科技巨頭嚟講 ，Google 咧單喺2019年至到2021年期間咧，佢嘅 Alphabet 嘅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咧已經投放咗喺呢個 AI 生物科學啦，同埋呢個 healthcare 嘅
industry 裏面咧，講緊係高達100個 deal，咁當中係包括好大量嘅醫療範疇啦，譬如有 AI drug 嘅 R&D 啊，同埋 AI radiology 等等啦。而單係講緊2022年咧 ，Google 已經喺 healthcare 上面咧注入咗1.7個 billion 嘅美金，亦都係你哋睇到深藍色呢度啦。咁1.7個 billion 咧對 Google 嚟講有幾大咧？咁你呢度都睇到啦 ，Google 今年第一季嘅 R&D 嘅 expense 咧係講緊9.1個 billion， 所以咧其實1.7個 billion 嘅金額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噶啦。而對比起其他嘅科技巨頭啦，佢哋夾埋嘅總投資金額咧係大約100個 million 嘅啫。即係淺藍色呢個部分，而上年嘅10月 ，Google 公司咧更加揚言佢哋係咧 all in 喺呢個 healthcare， 尤其是係 AI healthcare 嘅運用上面。而 Google 亦都好明確講咗佢哋嘅目標，佢哋就係想將健康融入喺 Google 所做嘅一切上面。咁 Google 其實喺醫療嘅領導地位咧，亦都得到美國政府嘅支持啦。啱啱咧呢個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 FDA 啦，同 Harvard 嘅 MIT。仲有 Google 咧，就喺6月嘅時候咧，就宣布開始一個新嘅合作計劃。呢個計劃咧係合作制定一個新嘅醫療監管程序。咁聽落去咧 ，Google 真係放咗好多資源啦，亦都好有能力咧喺呢個 industry 上面咧大展拳腳。咁但係咧，呢個醫療投資咧，其實都有佢嘅困難之處啦。咁講緊醫療投資咧，一向都係一個比較高難度亦都係高風險嘅投資嚟嘅。講翻譬如 Google 嘅 DeepMind 啦，即係佢人工智能嗰 part， 其實仍然咧好難去消化一啲太複雜嘅醫療數據嘅。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反壟斷嘅機構越嚟越好 alert 係 Google 上面嘅交易啦。佢哋就唔想 Google 去扼殺晒所有新嘅競爭對手。例如咧，歐洲政府咧最近就禁止 Fitbit 咧，淨係可以用喺 Google 自己嘅手提電話操作系統度，咁亦都咧禁止 Google 咧去利用呢啲用戶嘅數據咧係進行呢啲廣告式嘅銷售。咁當然啦，醫療信息係非常之重要啦。好多個政府都關注佢哋嘅私隱泄露嘅問題。咁譬如英國當地咧就出現咗咧對 DeepMind 啊進行一個集體嘅訴訟，主要咧係講緊咧 Google 濫用 NHS 咧佢哋嘅病人嘅數據。咁呢啲係唔會停嘅。喺醫療嘅投資世界裏面咧，基本上訴訟好似係必經嘅階段之一。而好嘅創意同埋好嘅生意咧，都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咧講緊其實 Google 已經收購咗咧 DeepMind 係講緊6年，係6年之後咧 DeepMind 先至首次實現呢個盈利。咁佢旗下嘅 Calico 咧，亦都可能需要至少幾年嘅時間咧，先會產生真正嘅收入啦。咁同樣對於我哋作為投資者嚟講咧，好嘅行業前景亦都未必等於係一個好嘅投資機會。咁依家咧就會同你一齊睇睇 Google 股票嘅投資價值。好，先睇睇佢最近嘅財務消息先。Alphabet 咧喺2月嘅時候就宣布咗佢哋會做呢個股票拆股，個比率咧就係20:1，咁將會於喺今個星期五啦，7月15號咧就生效噶啦。咁對我嚟講咧 ，stock split 嘅消息咧早就已經 priced in 咗咧喺短期嘅股價裡面噶啦。咁尤其是講緊2月已經宣布咧，咁喺當時咧就已經 priced in 咗。股票嘅拆分咧就唔會令公司嘅股票比拆分之前咧更好嘅，個價值咧都係冇變嘅。咁因為入場費平咗啦，從而就可以令到股票喺未來咧更加受到呢個 retail 嘅 investor 啦、啲散戶嘅歡迎。所以總體嚟講咧，拆股對於投資者嚟講，係係你喺佢宣布拆股之前已經係持股者的話咧，對你嚟講長遠嚟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不過咧，投資者就唔應該單單以股票拆股啊，呢個咁單一嘅消息咧，作為呢個買入 Google 股票嘅原因。咁我哋都要分析一下咧公司嘅財務資料。最近期嘅 Google 財報咧，睇翻佢嘅 earnings per share 啦，每股盈餘就係24.62，咁比去年咧同期係下跌咗6.3%。Operating margin 咧同上年係一樣啦，30%。Net income 咧係16.4個 billion， 比去年同期咧係下跌咗8.3%。Revenue 咧係68個 billion。比去年同期咧係升咗，而 Google Service 嘅收入咧就係22.9個 billion， 比上年同期咧升咗17.3%。Google Cloud 咧就係931個 million，year on year 按年咧係升咗4.4%。Operating cost 即係公司嘅成本咧係做好嘅，大幅減少，係740個 billion， 按年大跌25%。咁至於 YouTube 嘅廣告收入咧就跌咗，去到6.87個 billion。當時分析師預期係做7.51個 billion 嘅。
咁 Google 亦都停止咗咧佢自己喺俄羅斯大部分嘅業務，咁所以咧佢哋歐洲地區嘅收入增長咧，比上年同期咧係大幅放緩嘅，去到19%。上年同期做緊33%。ROA 就係資產報酬率啦。咁依家係講緊21.79，而2021年咧當時係22.4嘅。咁數字越高咧，即係代表公司產生利潤方面嘅效率咧就越高。咁其實咧高於20%咧已經係非常之好嘅表現啦。咁至少講緊都要5%嘅。咁 ROE 咧股東權益報酬率咧，就係做緊30.8% 啦，而上年咧係32.0。咁呢個 ROE 咧，佢準則就係大約係14% 啦。咁呢個準則即係講緊咧 S&P 500嘅平均水平，咁高於14% 已經係 outstanding。咁整體嚟講，科技公司呢啲巨頭公司咧，佢嘅中位咧就係21%，所以 Google 仍然係非常之 outstanding 嘅一間公司。如果你哋想學多少少財務數據分析啊，或者係公司估值啊，同埋啲財報嘅研究嘅話咧，呢個豬成為專業投資者嘅課程咧，上面咧就有教噶啦。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了解一下。咁依家咧，我亦都要睇一睇最重要嘅估值部分啦。咁依家 Google PE 係19.74，係講緊過去5年以嚟咧最低嘅低位。咁對上一次見過低過20咧，係已經係2012年嘅時候啦。PCF 咧就係講緊佢依家現時嘅價格同埋公司嘅現金流量嘅對比啦，係講緊15.09，亦都係非常之低嘅數字。咁由2015年以嚟咧都未見過低過15嘅數值噶啦。俾多少少資料你哋啦 ，PE 即係市盈率啦。一般嚟講咧，佢個喺 S&P 500嘅中位數就係14至15左右啦，咁低於呢個數值咧就叫做好吸引。咁但係呢個準則亦都因為唔同嘅行業會有唔同嘅。咁傳統嘅價值型嘅股票可能會比較容易揾到好低嘅估值標準啦。咁但係科技股上面咧，依去到15咧，通常比較少見。咁 Google 咧自己都係長期企喺30以上嘅。咁所以我就會話啦 ，Google 依家嘅估值係吸引嘅。咁 PCF 亦都一樣啦，都係低於15係較為吸引啦。咁如果高於30咧，就係一個高估值。咁但係都係要 Apple to Apple 啦，即係睇翻咧。你依家對比緊嗰間公司嗰個行業啦，咁當然啦，依家現時個大市好唔穩，咁大家都會關心，其實 Google 有冇啲咩投資上面嘅風險，佢自身有啲咩特別嘅問題咧？咁 Alphabet 其實同其他嘅大嘅公司一樣啦，咁不斷都會有一啲不利好嘅，或者一啲訴訟啊，或者壟斷啊，即係種種嘅新聞會出現。咁但係咧，近期當中咧，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關於咧佢嘅 YouTube 同埋 TikTok 啦。咁大家都知道 YouTube 係 Google 嘅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啦。咁近期 TikTok 嘅冒氣咧，令到好多人就會睇緊咦 Google 會唔會喺呢度咧會鬥唔贏咧？咁我哋睇一睇 TikTok 先。TikTok 咧係呢個 social media 上面嘅市場咧，佢嘅佔據率咧其實係講緊越嚟越大嘅份額。預計 TikTok 嘅廣告收入咧將會喺2024年左右咧與 YouTube 咧睇齊。尤其是啱啱過去個季度業績咧 ，Google 就講咗佢哋 YouTube 嘅業務咧有放緩嘅跡象。咁呢度其實部分原因咧 ，Google 都承認係同 TikTok 嘅競爭加劇有關啦，同埋咧廣告商係高通脹同埋呢個經濟環境趨緩嘅背景之下咧，廣告商對 YouTube 嘅廣告支出咧亦都減少。咁不過 Google 嘅 CEO 都好有自信，咁佢對外咧回應關於 TikTok 嘅競爭咧，佢就話啦，對佢嚟講 YouTube 咧唔單止係一個用嚟娛樂嘅地方，亦都係用嚟了解事情啦，去發現一啲事情，去研究事物嘅地方。咁其實佢間接都係指緊咧 TikTok 咧只係一個娛樂為主啦。咁亦都俾我一個啟示就係咧，佢呢個説話咧都係代表佢都想將 YouTube 咧變成一個 Google Search 咁嘅 engine 啦。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偉大嘅前景嚟嘅。簡單講句，即係你有啲咩想知，你就入 YouTube，好似 Google 咁，你就 YouTube search 咧，你就一 search 就揾到答案噶啦。咁其實 Google 亦都有一啲計劃啦，去應對 TikTok 嘅挑戰嘅。例如 YouTube Short 啦，咁佢依家咧每日就有30個 billion 嘅瀏覽量，咁其實已經比起1年前咧高出4倍噶啦。咁佢依家咧 YouTube Short 裏面咧有100個 million 咧嘅基金啦，咁呢個基金亦都係攞嚟獎勵一啲 short 嘅creator。咁而喺廣告嘅客戶方面咧 ，Google 亦都利用佢個 App Install 啦，同埋 Video Action 等等嘅
呢啲咁嘅產品測試緊咧 Short 上面嘅廣告收入嘅機會。咁其實咧，我咧作為 Google 嘅小股東咧，已經係講緊好多年嘅事㗎啦。咁 Google 嘅 Big Data 咧，對我嚟講係令我一直相信公司係可以持續發展，亦都係有持續優勢嘅重要因素。咁其實佢嘅 Big Data 咧就唔係單係 healthcare sector 上面嘅，亦都可以持續支持翻 Google 喺唔同嘅行業上面啦，例如佢嘅 search engine 啊、廣告上面啊，或者佢 Apps 平台等等。不過而家現時咧，股市嘅大市仍然不穩啦。咁如果你話要吸納嘅話咧，要趁較低估值嘅時候咧，先分注買入咧會比較合適。以 Google 股票嚟講咧，如果你以一個短線嘅炒賣嘅形式咧，暫時嚟講風險仍然較高啦，所以我認為咧長線投資係較理想嘅。好，你都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你自己對呢個 healthcare industry 嘅發展機會同埋投資潛力咧嘅意見係點樣咧？你自己又會唔會投資喺 Google 股票上邊咧？好，今日咧就到此為止。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